沙汰。我们贵州这边呢，连续的干旱啊，然后导致我们没有水喝，需要挑水喝。那我们这个深沟里面呢，正好有水，所以呢，我们就折腾了3、4天，然后把这个水呢，准备从这个下面抽上去啊。期间呢，换了3、4次的这个水泵啊，有扬尘高的、低的，什么功率大的、小的哈，都换过，还是抽不上去啊。最终呢是换了一个扬尘150的那个，抽上去的。然后我们经过3、4天的努力，把这个管道啊、路线啊什么都测试好了之后呢，又停电了。哎，真的是无语哈，又连续停了2天电，所以都没有跟大家发那个抽水成功的这个视频啊。今天的这个电也来了哈，我就跟大家测试一下。哎呀，走到了，走上来还有点小喘哈，朋友们。我们现在去开店啊，测试一下，看看这个要几分钟才能抽上来水哈。现在我已经开始计时了，大家看一下，58秒，1分钟了，看看多少时间能出来水啊？出水了，6分多钟，7分钟，看一看。还比较快哈，今天下午你看几分钟，7分多钟就出水了，满了哈，现在就已经水满了，就会一直是这个样子，挺快的啊，还挺快的。现在是下午4点钟了。可以。我现在在这个上面看下去啊，大家看一下，那个点儿就是我们放的那个水桶，差不多我们抽到上面安水桶的位置呢，大概比我站的这个位置呢要低下去几米啊，所以说垂直高度的话，这样看下去还是蛮吓人的，很高的，就是85米左右吧。经过咱们几天几夜的努力呢，我们终于把沟下面的那个水呢抽上来了，总共花了4天的时间吧。我们晚上12点钟都在测试，最终还是把它抽上来了。说实话非常开心啊，就是解决了我们几十年来的用水难题啊。自从我记事以来，我们一直缺水，每年都会缺大概3个月的水。其实说实话啊，在山区像我们这样缺水的人是非常多的。我首先跟大家讲一下我这里啊，整个走上来的路线呢，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管子基本上就是顺路上来，总的水管的长度呢大概是280米左右，然后垂直到我们安水桶的这个地方和下面水桶的地方的垂直高度的话，大概是85米啊。那么我们用的水泵呢是扬尘150米的，然后那种深井泵啊，就是比较长的那种深井泵，它的那个功率呢是1800瓦的，电流好像是9点几安的吧。我这个就给大家一个参考值。首先我们第一天用这个150米的扬尘是没有抽上来的，因为我们用的是6分管的，所以怎么压就差10来米压不上来。然后我们又去换了水泵，
换了200米的扬尘200米的来，反而抽不过150米的，就是它反而抽的没那么高。然后又拿了那个增压棒，就是5级棒哈，4000瓦的都拿过来了，试了一下更不行，直接水都不出来。我就发现了，可能不是水泵，不是扬尘的问题，而是这个电流电压的问题。我对比了一下，我们那个200米的扬尘和150米的比呢，它的那个电流呢是12点几安了，然后功率呢又是2200瓦的，对吧？所以它就是功率和电流都高一点，那反而它抽不上来。所以我就发现这个真的不是扬尘越高越好啊，你应该要考虑到电压电流这一块，还有这个管子的粗细，对吧？这一点。所以呢大家就可以以我这个作为参考，因为我们来回的换管子啊，来回的周转去市里面换水泵啊，到市里面要80公里啊，是吧？来回的去换水泵然后换管子，我们就多浪费了1-2千块钱。所以我现在就跟大家说呢不要去走弯路了啊不是说扬尘越高越好，而是抽得上来合适就好。特别是山区的用电呢，基本上这个电压都是不足的，所以呢大家用小的水泵，就是扬尘150米就差不多了。200米的我估计200米的好多地方你要想抽100米的高度是抽不上来的，它就是电压不够所以呢我给大家建议呢，就是你用4分管抽水，用4分管，然后扬尘呢只要够用就可以，那个功率也不要大，特别是这个电流应该保证在10安以下不要超过10安这个水泵的这个电流不要超过10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上面贴的那个标签功率呢就是2000瓦左右就可以了，不能高，超过2500肯定用不了。所以大家做一个参考吧。希望大家都不要缺水了，缺水真的很难受，没有缺过水的人不理解这种感觉的。好了，今天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跟我出点子的小伙伴们谢谢你们，拜拜。